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和莫静渊认识的第3年，我们终于要领证了。可没想到，他却说：“抱歉，我不能娶你。”这天之后，许芳菲家破人亡，而莫静渊卧底有功，青史留名。凛冽寒冬，鹅毛大雪，海城民政局门口，面对莫静渊的突然反悔，许芳菲不明所以。静渊，不是说好今天领证吗？莫静渊却挣脱两人十指紧扣的手，退后一步：“抱歉，这只是一个支开你的借口。我们盯了你爸5年，终于集齐了他所有的犯罪证据。现在他已经在押往警局的路上。”他的神色过于严肃正经，让许芳菲没办法以为这只是玩笑。不安的情绪在胸腔内肆虐，他强撑着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”父亲创立的许氏集团是海城第一纳税人，每年投入的慈善基金数不胜数，资助的学校不下100所，怎么可能会犯罪？莫静渊面无表情：“你爸的犯罪证据是我亲手上交，换言之，是我亲手抓了你爸。”这话宛如利剑，刺穿了许芳菲的心脏。他死死攥着手，情绪几经翻转，说不出话来。男人的神情冰冷，和记忆里温柔的人判若两人。这个自己爱了3年的男人，长身玉立站在光里，浑身上下都带着正气和暖意。许芳菲却浑身发冷，也无法自欺欺人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莫静渊说了句：“许氏倒了，我也即将归队。”许芳菲，忘了我吧。接着转身离开。他的背影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，周遭人声鼎沸，许芳菲却惊觉置身孤岛，无枝可依。电话铃声在此时响起，许芳菲按下情绪接通，沈直宇的声音传来：“菲菲，你在哪儿？还和莫静渊在一起吗？”许芳菲强迫自己冷静，反问：“直宇哥，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？”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。沈直宇平声告知：“一开始就怀疑，只是你跟他在一起，董事长就没有深查下去。”许芳菲呼吸重了几分。母亲去世的早，父亲一直没有再娶。他最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：“出了什么事都有爸爸顶着，菲菲只需要幸福和快乐。”父亲是许芳菲的伞，为她遮风挡雨。可没想到，最后亲手扯碎这段父女情的，会是自己最爱的恋人。我给你订了最近一趟飞法国的航班，你现在就去机场。听筒里沈直宇的声音拉回他的思绪。许芳菲却拒绝了：“我只想知道，我爸真的做错事了吗？”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，才传来沈直宇的声音：“无论有没有，他很爱你，是一个好父亲。”明白了什么？许芳菲瞬间红了眼：“我想去见见他。”沈直宇清楚这几乎不可能，试过了，但见不到。许芳菲却还是想再试试。海城公安局。一进门，许芳菲就看见不少之前来家里拜访过的熟人，他们无一例外被靠在桌边。看到他进来，往日里和蔼可亲的人突然变了脸色，起身对着他怒吼：“你他妈的还有脸出现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害了许董，还来害我们！”许芳菲被惊得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进一个坚硬又熟悉的胸膛，是莫静渊。
他冷淡的目光掠过许芳菲，落到其他人身上，神情不怒自威。这里是警局，吵什么？接着又看向许芳菲，你跟我出来。说完阔步出门。走廊里，许芳菲看着一身制服、英俊笔挺的莫静渊，五味杂陈。莫静渊也眉头紧皱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那我该去哪儿？我唯一的亲人就关在这儿。许芳菲忍不住反问。这时就见一个女生快步走来，牵住了莫静渊的手，十指紧扣。静渊，爸妈叫我们回去吃饭，还有婚纱照该不拍了。婚纱照，许芳菲如坠冰窖，目光落在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上，哑声问：你结婚了？莫静渊还没回答，他身边的女孩子倒疑惑发问：你是？简单的一个问题，许芳菲却哽住了。她是莫静渊的女朋友，可眼前这个女生却是他的妻子。莫静渊开了口，言语平淡，一个案子的相关人员。许芳菲顿时脸色苍白。恰好此时，身后传来沈直宇的声音：菲菲。许芳菲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，立即转身抓住他手臂：直宇哥，我们走。然后快步离开。莫静渊看着他的背影，目光晦暗不明。直到许芳菲彻底消失在过道，他抽回握着莫方念的手，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？莫方念摊手，目光坦荡：帮你甩脱麻烦呢，他对你来说不就是任务目标吗？哥，对罪犯的女儿动心是大忌。莫静渊沉着脸收回视线：我没有，也不会。他丢下这话，快步向前。莫方念也匆匆跟上。警局外，黑色轿车里，沈直宇将一张照片递给许芳菲：许家别墅被查封了，我只来得及拿出这张照片。许芳菲接过全家福，眼眶湿润。照片上，父亲看着18岁刚成年的他，脸上满是宠溺的笑容。董事长很早之前就安排好了，等调查结束，你的限制出行被解除，我就送你出国。许芳菲直接打断：那我爸呢？他会怎么样？沈直宇沉默良久，无法说出那个真相。许芳菲不再追问，只是看着照片，她做错了事，该付出代价。可作为女儿，我想努力让她活。沈直宇张了张嘴，最后妥协：无论你想做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帮你。谢谢。许芳菲真心道谢。半小时后，皇冠酒店，许芳菲告别了沈直宇，独自回到房间，给认识的律师发信息，问探视父亲的事情。不一会儿，对方回信要看许先生具体的量刑，如果不清楚，可以找案子的负责人问问探视的流程。负责人许芳菲只认识莫静渊，他犹豫一瞬，还是拿出手机打开莫静渊的聊天面板。看见那些甜蜜的过去时，心底抑制不住地涌上色苦。许久之后，许芳菲才平复情绪，发去一条：请问我想探视我爸的话，该怎么走流程？下一秒，红色的感叹号出现在屏幕上。莫静渊把它删了。许芳菲愣了好一会，才翻出通讯录里莫静渊的号码，颤手按下拨通键。听筒里却传来冰冷的女声：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许芳菲无力地垂下手，心像挖空一般。她没想过莫静渊会这么绝情，就好像这3年只是自己的一场梦，一夜无眠。
第二天，许芳菲一早就过来警局，申请探视父亲。路过荣玉兰时，他一眼就看到上面莫静渊的照片和名字。照片上的他剃着寸头，俊朗之余还带着刚毅，与过往3年自己认识的莫静渊截然不同。他是不是该庆幸，至少这个名字是真的？这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许芳菲回头就看见莫静渊走过来，四目相对，莫静渊淡然收回目光，大步向前。擦肩而过时，许芳菲忍不住开口：“莫静渊，那3年里，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真心吗？”莫静渊脚步未停，只丢下一句：“我们的相遇，只是一场被写好的剧本。”温柔的风如刀，一下下凌迟着许芳菲的心。好久之后，莫静渊的身影消失不见，他才收起情绪，前往申请探视父亲。刚坐下递出资料，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。莫方念扫了眼许芳菲递来的探视申请书，犯罪嫌疑人未判决之前都不允许探视，这是法律规定。你可以委托律师来见你父亲。见许芳菲失望的眼神，莫方念温声告知：你早一天找到律师，就能早一天知道他的消息。许芳菲强撑着笑：谢谢你告诉我，我先走了。他起身要走。许小姐，莫方念突然叫住他：麻烦你以后不要来纠缠我男朋友了。你只是他的一个任务目标，不是唯一，也不特别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他明明在示威，却坦荡又磊落，神情与莫静渊挑明真相时如出一辙。许芳菲攥紧了手指，几乎无地自容。我明白。然后匆匆离开。出警局后，许芳菲第一时间去找了以前和许家有往来的律师。然而那些以前巴结奉承的人，通通避而不见。许芳菲四处碰壁，从天亮找到天黑，也没能找到愿意接手的律师。恍惚间，他走到许氏集团。原本门庭若市的大楼，此刻萧条破败，无人问津。门口拉开的警戒线更是刺红了许芳菲的眼。沉思间，许氏集团的门从里面打开，穿着藏青色制服的莫静渊和他的同事们走出，落日余晖照在他的徽章上，熠熠生辉。或许是觉察到他的视线，莫静渊看了过来，四目相对，他蓦然移开视线，像是从来不认识。那样陌生的神色让许芳菲心脏一阵紧缩的痛。他还记得1年前，自己和莫静渊出国旅游，恰好遇上动乱。他们被困在全是歹徒的大巴车上，对方人数众多，纵使莫静渊身手不凡，也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就受了伤，落入下风。眼看歹徒手里的刀就要落在他身上，许芳菲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冲上前替他挡了一刀。那一刀在他洁白的腿上留下将近10厘米的伤痕。莫静渊看向他的眼里满是心疼。许芳菲一边安慰他没事，一边担心避免父亲知道这件事为难他，此后再没穿过裙子。当时莫静渊温柔地抱紧他：菲菲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无条件答应你一件事。许芳菲笑着问他：无论什么事情吗？对，无论什么。莫静渊郑重许下承诺。许芳菲以为永远不会有提出要求这么一天，没想到短短1年，一切天翻地覆，他家破人亡，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人
是他全心信任、深爱的莫静渊。许芳菲深吸气，忍下眼里的失意，叫住莫静渊。1年前你说过会无条件答应我一件事，还记得吗？莫静渊回眸冷睨他，脸上满是不耐。你想说什么？许芳菲怕他拒绝，赶紧开口，不会让你为难，只是问一个问题。说。许芳菲攥紧了手指，尽量的不问案情，不提要求。我想知道，我爸爸他在里面好不好？莫静渊想都没想，果断拒绝，无可奉告。许芳菲霎时眼眶通红，情绪累积到快要绷不住。她忍了又忍，才问：为什么？你明明说过，此一时彼一时。莫静渊冷漠打断他：如果不是为了让你爸落网，我绝对不会对你许下那样的承诺。残忍的真话伤得许芳菲体无完肤，她咬紧了牙关，觉得自己可怜又可笑。莫静渊没错，他是为了抓罪犯。那他呢？又做错了什么？为了完成任务，就可以利用我的感情了吗？莫静渊冷嗤一声：你觉得你很无辜吗？他钳住许芳菲的手腕，走向许氏集团大楼的背面。那里坐着不少蓬头垢面的人，干巴巴地啃着冷硬的馒头。莫静渊指着他们都是拿不到钱的工人。你穿的爱马仕，背的路易威登，都是你爸从他们身上剥削来的。许芳菲，你知道多少人被你爸的集团逼得家破人亡吗？莫静渊的质问回荡在耳边。许芳菲这23年都活在父亲的隐瞒下，从不知道真相是这样。他脸色苍白，看着莫静渊，声音都在抖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也希望我爸什么都没做，我们能过平凡普通的生活。我确实不无辜，可你就没错吗？两人对峙着，光却只落在莫静渊身上。他避而不答，别再提以前的事。说完，就松开手，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许芳菲独自站在冰天雪地地里，任由寒风吹散她破碎的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按下翻涌的情绪，回到酒店。房间内金碧辉煌，空荡寂静的吓人。许芳菲思绪纷乱，随手打开电视。不曾想，正好在放许氏的新闻，称霸海城10余年的许氏集团，近日已被警方一网打尽。主谋许世汉所犯案件多达10几起，欠债金额高达30亿。许芳菲听得出神时，沈直宇的声音传来：看这些做什么？他抽出许芳菲手中的遥控器，关掉电视。许董的事情我会想办法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担心。许芳菲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她颤声问：我爸给我留了多少钱？沈直宇摸了摸她的头：足够你无忧无虑生活一辈子。怎么了？许芳菲抬头看他：直宇哥，我想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还债。沈直宇皱紧了眉，说什么胡话？再说你的钱拿去还许家的债，只是杯水车薪。可许芳菲目光坚定，没有丝毫动摇，能还一点是一点。我不想我爸被那么多人恨。沈直宇劝了2句，许芳菲依旧坚持。最后，沈直宇只能妥协。两人连夜统计了许父留下的资产，又将许芳菲没被收走的奢侈品变卖后，凑了差不多4000万。第2天一早，许芳菲和沈直宇去了工厂还钱。4000万，一上午就还得分文不剩。工人们拿到钱，纷纷鞠躬，谢谢许小姐。
许芳菲看着这一幕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这时，远处突然一阵骚动，许芳菲还没回神，就被团团围住。为首的莫静渊穿着藏青色制服，他拿出拘留证：“许芳菲，你涉嫌参与许氏集团的犯罪，现海城公安正式将你拘捕。”说完，他拿出手铐，在许芳菲错愕的目光中，啪嗒一声铐住她的手腕。手铐冰凉的触感从肌肤蔓延到心脏。许芳菲呼吸有些不稳。莫静渊，我有没有参与我爸的生意？这3年你不清楚吗？莫静渊面无表情，有没有？查了才知道。他擒住许芳菲的胳膊，就要压着她往外走，却被沈直宇拦住。你绝对弄错了，菲菲她不可能会参与许氏。沈直宇，妨碍公务，你也想被刑拘吗？莫静渊冷脸打断。两人对视的那秒，沈直宇被人钳制住，按到边上。沈直宇挣扎着，额上青筋暴起。莫静渊，这就是你答应的会好好照顾他吗？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畜生！莫静渊置若罔闻，径直路过他，压着许芳菲上了车。海城公安局昏暗的审问室内，莫静渊目光凌厉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许芳菲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，满眼麻木，我不知道该坦白什么。闻言，莫静渊朝着边上黑沉的单面镜看了眼。一同审问的莫方念挑了个话题，说说你爸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许芳菲看着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，只觉得讽刺。见他不说话，莫静渊从政务箱拿出照片放在桌上，看看。许芳菲扫了眼，脸色骤变。照片上竟然是许久不见的父亲，他穿着浴服，满头白发，脸上带着青紫。他迅速伸手，想要再仔细看看。照片却又被莫静渊拿走。我和你领证那天，许世汉拒捕，受了不少伤。莫静渊的话让许芳菲眼眶发酸，她甚至不敢去想那天父亲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：“你和莫静渊出去，那爸爸等你回来吃饭。”许芳菲霎时心如刀割，隐忍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。见状，莫静渊转头，目光沉沉地看向黑色的单面镜。片刻后，有人推门而入，声音里难掩激动和喜色。莫副队，果然像你说的，许世汉看到许芳菲哭后就招供了。许芳菲如遭雷击，他顺着莫静渊的目光看向那漆黑的玻璃，意识到父亲可能就在隔壁，他能看见自己，而这一切是莫静渊故意安排。再次被利用和被背叛的感觉像是蚀骨的毒虫，将他的心啃噬成渣。莫静渊，许芳菲喊着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莫静渊甚至不敢去看他破碎的目光。我去隔壁看看。他快步摔门而出，脚步是自己都没觉察的慌乱。莫方念紧随其后。走廊里，莫方念见他脸色不好，忍不住关怀：“哥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手段。我们身上肩负着人民的希望和安危，把罪犯绳之以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莫静渊只是看着墙上的警徽，沉默不语。3天后，许芳菲被无罪释放。走出海城公安局的那刻，许芳菲甚至觉得冬日的阳光都刺眼。等待已久的沈直宇见他这样憔悴消瘦，满眼心疼：“还好吗？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”许芳菲不说话，
只摇头。知道他这几天肯定不好受，沈直宇也不再追问，带着他到边上的小餐馆吃饭。两人各怀心事，匆匆吃了几口，沈直宇就去结账。老板笑着告诉他：“你们的单末队付过了，以后常来。”许芳菲愣住，抬眸就看见坐在角落的莫静渊。他不明白莫静渊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利用完了再给一个甜枣，以便下次再利用吗？四目相对间，从父亲出事后一直压抑的情绪一股脑涌上来。许芳菲红着眼起身，从沈直宇手里拿过钱，拍在莫静渊面前。莫静渊，我不用你可怜。莫静渊静静看了许芳菲几秒，收起散落的钱后，从制服内侧里拿出一张律所的名片。去这个律所，有人会愿意接这个案子。这一刻，许芳菲是真的不懂他了。莫静渊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决定，随你。莫静渊将名片放在桌子上，起身离开。许芳菲垂眸看着那张名片，她不想要这份施舍，但又清楚地知道海城没有一个律师会接这份官司。莫静渊给的这张名片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是父亲唯一的希望。许芳菲颤手拿起卡，只觉得心都被上面的鎏金字体烫了个洞，疼得厉害。一旁的沈直宇都看在眼里，真的要用吗？你还要信他吗？许芳菲捏紧名片，摇了摇头，我们去律所吧。好。沈直宇应声。两人走出餐馆，沿着江边往律所走。自从许家出事之后，他们还是第一次有这样平静的时光。沈直宇看着许芳菲消瘦的侧脸，轻声问：“你现在对莫静渊还喜欢吗？”许芳菲脚步微顿，自嘲的笑里充斥着苦涩：“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现在只希望能保住父亲的命，不管要坐多少年的牢，哪怕无期，我都能接受。”沈直宇看着他强撑的模样，心疼地想搂他入怀，最后只是抬手揉了揉他的头：“不论多久，我陪你一直等。”许芳菲眼眶微热，思绪拉回到从前。沈直宇是许家资助的学生，养在许家，和他青梅竹马。父亲一直把他当作女婿培养，每次许芳菲犯错，害怕被父亲训斥，沈直宇都会主动分担。如果莫静渊没出现，她大概真的会如父亲希望的那样嫁给他。可现在没可能了。半小时后，秦淮律所，秦淮拿接过许芳菲给的名片，上下打量他，这可是莫静渊第一次求我帮忙，你在他心里位置不低呀。许芳菲愣了下，随即否认：“你误会了。”秦淮不信，还想再探究些什么。沈直宇护在许芳菲身前，接过了话题：“秦律师，许氏的案子你有几成把握？”秦淮也正了神色：“许氏的案子情况复杂，我明天去海城公安申请探视，见到许世汉再说。”许芳菲忙问：“那我能和你一起去？”话音未落，就被秦淮打断：“不能。”许芳菲呼吸一滞，眼里尽是失望和颓然。沈直宇看在眼里，郑重开口：“菲菲，我会想办法让你见到许董的。”许芳菲强撑起一抹笑，又和秦淮交流了些案子的事，两人便起身离去。不料刚出门，恰好遇见下班过来的莫静渊。对视间，他们不约而同挪开视线，擦肩而过。
走了2步之后，许芳菲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：芷宇哥，如果把欠款都还清，是不是就能让我爸减刑？沈芷宇也不确定，更何况许氏的欠款不是小数目，根本还不清。但他不想打击许芳菲，或许有可能，要不回去问问。许芳菲点了点头，两人又往回走。不想还没到秦淮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的交谈声。我看许小姐挺不错的，你老实说，你试过没有？莫静渊语气随意淡然，他主动过，我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这4个字如同一记耳光，狠狠扇在许芳菲心上。她脸上血色瞬间褪去，只剩难堪。这个人渣！沈芷宇忍无可忍，踹开门冲进办公室，接着扬起拳头狠狠砸向莫静渊的脸。莫静渊身手敏捷，微微偏头躲过沈芷宇凌厉的拳风，抬手握紧他的手臂。你知道袭警是什么后果吗？沈芷宇怒不可遏。莫静渊，你枉为……许芳菲白着脸开口制止，芷宇哥，够了。沈芷宇还想说什么，又担心许芳菲，只能负气收手。许芳菲凝望着莫静渊俊秀的脸，走到他面前伸出手，1年前我送过你一个平安扣，麻烦你还给我。莫静渊手掌下意识附在心侧的位置，平安扣就放在那里。东西送给他的时候，许芳菲说过，听爸爸说，这是妈妈怀我的时候去庙里求的，能保平安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我希望菩萨也能保佑你一辈子都平平安安。莫静渊一语不发，从心口处拿出那个平安扣，递过去。许芳菲没想到他会随身携带，诧异之后伸手去接，不料还没碰到，神思恍惚的莫静渊就松了手。啪嗒一声脆响，平安符坠落在地。许芳菲心口骤然紧缩，连忙蹲下去捡，可装在福袋里的平安扣还是碎了。这是母亲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。莫静渊看着他微颤的背，滚了滚喉结。许芳菲，许芳菲抬头看他，眼里尽是哀戚。东西还了，我和莫队也两清了。说完后，他起身离去。莫静渊望着他背影，心脏有一瞬间的憋闷。看到沈芷宇追上去后，他薄唇微微抿起。皇冠酒店，许芳菲拿着那枚被摔碎的平安扣。之前父亲就是担心他大大咧咧，会把母亲的遗物弄坏，才会将平安扣放进福袋里。没想到即使这样，他还是摔碎了。许芳菲鼻尖发酸，心如刀绞。是他错信了人，没有保护好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遗物。等沈芷宇挂断和秦淮的通话回来，就看到紧攥着平安扣不说话的许芳菲。他走到他面前蹲下，菲菲，秦淮说你明天可以和他一起去警局。许芳菲湿润的眼睫一颤，真的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沈芷宇站起身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，明天不能陪你去了。如果有事给我电话，今晚好好休息。就匆匆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许芳菲拿了许多日用品和水果，想让秦淮带给父亲，不料却被莫静渊拦住，外面的东西不能送进去。许芳菲看向秦淮，他却已经走进了探监室。这时，耳边又响起莫静渊的询问，除了这些和尖锐物品，你还有别的要给许世汉的吗？许芳菲意识到他的意思，连忙在身上翻找。
可来得及，什么都没拿，随身带着的只有那张唯一的全家福。他看着照片，发红的眼眶里满是不舍，然后咬紧牙关，颤着手，小心翼翼将全家福撕成2半。许芳菲把印着自己的那半给了莫静渊，麻烦你交给我爸，说我过得很好，谢谢。然后将剩下半张照片珍惜地收好。莫静渊颔首接过，刚想再说些什么，身后兀地传来莫方念的声音：哥，爸妈叫你今晚回家吃饭。许芳菲僵在原地，难以置信之余又觉得荒谬。他叫你哥？你们是兄妹？莫静渊没否认。被欺骗的感觉再次密密麻麻爬上来，许芳菲脑袋嗡的一下。莫静渊，这些年你跟我讲的话，有一句是真的吗？莫静渊沉默片刻，有。许芳菲一怔，就听莫静渊蓦然开口，那句让你忘了我是真的。寒意从四面八方袭来，许芳菲四肢百骸都被冻僵。见他不说话，莫方念走过来解释，不是我哥要骗你，是我自作主张，不想让你纠缠他。许芳菲攥紧手指，我没有纠缠他。莫方念并不在乎，早点放手对你来说是好事。我们家世代英烈，不可能会让我哥娶一个罪犯的女儿。你和许家只会是他光鲜履历上的其中一条功勋。许芳菲脸色苍白，其实从知道莫静渊欺骗自己的那一刻，他们就结束了。在莫方念和别人眼里，他是英雄，是守护神，可对他来说，是莫静渊毁了自己的一切。莫方念还觉不够，继续说，即使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那你有没有问过我哥的想法？问他究竟有没有对你动过心？方念，莫静渊下颌线紧绷，沉声制止，你先回去。莫方念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选择离开。四周顿时安静下来，只有呼啸的风声。看着许芳菲苍白的脸，莫静渊打破了沉默，你爸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，检方很快就会向法院提起公诉。之前我问你，你不是说无可奉告吗？现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莫静渊目光沉沉，现在说不违反规定。他从口袋里拿出新买的平安扣递了过去，赔给你。许芳菲看着他掌心里那枚崭新的平安扣，后知后觉明白他的意思是真正的两清不欠，按下心底不断翻涌的酸涩，他没有接，不用了，再像也不是原来的那块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看着许芳菲单薄的背影，莫静渊悄然握紧了手。皇冠酒店，从警局回来后，许芳菲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。她看着仅剩的半张照片上父亲慈爱的笑容，双眼通红。曾经，父亲不止一次问过她：“菲菲，真的很喜欢莫静渊吗？菲菲，非他不可吗？芷宇也很好啊，从小就照顾你。”到后来，他向自己妥协，只要菲菲喜欢，爸都支持。可现在，许芳菲嗓子一阵梗塞，泪流满面，鼻塞到无法呼吸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再睁眼，窗外一片白茫茫，下雪了。许芳菲望着，给沈芷宇打去电话，想问问他在哪儿，却无人接通。之后一段时间，他也都没能联系上沈芷宇。许芳菲只好自己跟着秦淮，为父亲的案子到处奔波。
时间悄然而逝，转眼过去月余。这天，海城又下了场暴雪。许芳菲照常去律所找秦淮，不料秦淮的秘书看见他，一脸诧异：“许小姐，您怎么在这？今天不是开庭吗？”许芳菲愣住：“什么开庭？您父亲的案子啊？”秘书看了墙上的表，这个点，庭审应该快要结束了吧？许芳菲心跳几乎停止，她转身就冲出了律所，打车直奔法院。一路上，她不停催促司机快点。车抵达法院时，没等停稳，许芳菲就跳下了车。爬过长长的阶梯，她刚要进庭审楼，就看到穿着制服的莫静渊和同事一起出来。许氏的案子终于定了，我们可算是能回家好好睡一觉了。是啊，这许世汉也算罪有应得。这些声音从耳边飘过，许芳菲心里的不安愈演愈烈。她逆着人群冲到莫静渊面前：“我爸他。”莫静渊看着许芳菲焦急的神色，沉声告知：“死刑。”许芳菲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耳边不断回荡着莫静渊说的死刑。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：“不可能，秦淮呢？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今天开庭？”莫静渊面无表情：“是我让他别告诉你。无论你来不来，这个结果都不会改变。不管上诉几次都是一样，你必须接受。”许芳菲难以置信：“莫静渊，那是我爸，你怎么能让我错过他的庭审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机会。”皱纹噩耗的痛如刀穿透肺腑，许芳菲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眼前也跟着一阵阵发黑，最后栽倒在地，再无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许芳菲被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，才发现自己在酒店房间里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柜子上留着张纸条：“好好休息。”是莫静渊的字迹。许芳菲愣了好一会儿，接起了电话。没想到对面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呼声：“菲菲。”许芳菲眼眶一红：“爸。”她有好多话想说，却又不知道该从说起。“你不要急，先听爸爸说。”许世汉声音沙哑：“这条路是爸自己选的，爸认罪，你不要怪莫静渊，他也是职责所在。爸爸这辈子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除了你，没什么放不下的。爸爸只希望你能和喜欢的人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。”许芳菲心如刀锯，泣不成声：“爸，我不要他了，我只要你，菲菲。爸以后不能保护你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”话落，听筒里便没了声音。“爸，爸，你说话呀，爸！”许芳菲担心又害怕，一边喊着，一边慌乱起身往外走。匆忙间，膝盖撞在柜角，发出巨大的碰撞声，剧烈痛意从膝盖钻入心脏。许芳菲脸色一白，下一秒，手机里传来莫静渊的声音：“许芳菲，你怎么了？”许芳菲忍着痛，声泪俱下：“莫静渊，我想见我爸，我想见他。我求你让我见我爸一面好不好？就一面，一眼也行。我求求你了。”手机里静默一瞬，传来莫静渊冷酷的拒绝：“不行。”接着啪的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许芳菲呼吸一滞，手忙脚乱地回拨，可无论打了多少次，都只有一道机械女声：“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，请您稍后再拨。”他忍着疼，匆忙赶去警局，想当面求莫静渊让自己见父亲，可没有申请，门卫将他拦在了门外。
许芳菲淋着大雪，一直等，可等到夜幕降临，都没能等到莫静渊。再见面时，是在火葬场。从莫静渊手里接过骨灰盒那刻，许芳菲的世界骤然坍塌，只剩死寂。她抱紧盒子，在莫静渊复杂的目光里沉默离开。郊外墓园，许芳菲跪在母亲的墓前，风雨侵蚀的石碑上面又多刻了一行字：许世汉之墓。许芳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眼泪却先落下来，满口咸涩。爸，女儿不孝，你养我这么大，我却连墓地都买不起，还要打扰妈妈的安宁，才能让您入土为安。除了风声，无人回应。许芳菲流着泪，将自己曾经撕开的那张全家福颤着手拼在一起。照片里的父女终于重逢，可她却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就永远失去了重逢的机会。无尽悔恨和痛苦快要将灵魂撕开。许芳菲将破碎的全家福紧捂在心口，绝望痛哭。如果自己没有爱上莫静渊，一切会不会不同？这时，墓碑前突然多出一束白菊。沈之宇蹲下来抱住她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许芳菲感受他怀抱的温暖，干涸的眼眶又被泪浸染得滚烫。之宇哥，我想回家。沈之宇红着眼允诺，好，我带你回家。不想刚起身，纷沓的脚步声接踵而至，为首的正是莫静渊。许芳菲还没回神，就被粗暴地从沈直宇身边拉开，而沈直宇则被人死死按在地上。许芳菲泪痕未干，满脸惊慌，莫静渊，你干什么？莫静渊拿出证件，沈直宇涉嫌行贿，现依法拘捕。这话如刀剜进许芳菲满目疮痍的心，她茫然地看向沈直宇，却见他默认般地垂下了头。对不起，芳菲，我还是没能让你见到许董。许芳菲一怔，终于明白沈直宇这些天的消失是去做了什么。他哽咽着摇头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沈直宇被压着，狼狈不堪，但还是朝许芳菲温柔笑着，别担心，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被海城公安强硬地押上了车。莫静渊扫过许氏夫妇的墓碑，越过许芳菲时说了句节哀，然后匆匆上车，疾驰而去。红色的汽车尾灯染红许芳菲的眼，凛冽的寒风吹散了最后一丝温暖。许芳菲彻底家破人亡，孤身一人。她站在父母的墓前，僵滞了好久，才抹去脸上的泪，再次去找了秦淮。3天后的下午，许芳菲在看守所见到了沈直宇，两人隔着厚厚的玻璃对望。沈直宇眼底布满了青色，下巴上也长出了粗粝的胡茬。许芳菲抿了抿干涩的唇，直宇哥，我找了秦律师，他会帮你的。沈直宇摇了摇头，芳菲，做这些之前我就想好了后果，不过是坐5年牢而已。比起这些，我更担心你。我给你准备了去法国的机票，你离开莫静渊好好生活，等我出狱了就去找你。5年牢而已，他说的轻描淡写。许芳菲却鼻尖发酸，直宇哥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沈直宇将手附在玻璃上，描摹许芳菲的脸，就听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隔着玻璃，许芳菲对上他担忧的眼神，最后含泪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时，耳边传来狱警的催促，探视的时间到了。许芳菲看着沈直宇被拉走，
直到看不见他身影分毫，才起身离开。看守所外，阳光刺目，冰雪消融。许芳菲忽而想起父亲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，也是叫自己好好生活。他会听他们的话，好好生活，离开这里。只是在离开之前，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忘了莫静渊。偏偏此时，耳边传来莫静渊的声音：“许芳菲。”许芳菲转头看他，眼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莫警官，还有事吗？疏离的称呼让莫静渊心里有些不悦。他剑眉微蹙，抓捕沈直宇那天，我不知道是你爸下葬的日子，你知道就会换个日子吗？许芳菲反问。莫静渊沉默了一瞬，语气坚定：不会。许芳菲早知道，也早心如死灰，那又何必解释？你有你的职责，我不怪你，也做不到再爱你。莫静渊，以后别再见了。说完，许芳菲阔步离开。莫静渊看着他的背影，不自觉抚上钻心的胸口，分不清是为了什么在疼。回到酒店，许芳菲拿到沈直宇留下的机票，就去了心理咨询室。咨询室内，许芳菲开门见山：“医生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件事，帮我忘记一个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”医生没有多问，答应了下来。许芳菲躺进沙发里，慢慢闭上眼。关于莫静渊的一切如电影在脑海中划过，最终化为泪水从眼角滑落。莫静渊，如你所愿，我终于要忘记你了。彼时，警局审问室，莫静渊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，酸痛难忍。他看着沈直宇，本来要问询行贿的事，却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你和许芳菲是什么关系？”沈直宇从容的面色一变，手指紧握成拳：“莫静渊，你有什么资格提他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和菲菲早就结婚了，她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。”莫静渊脸色骤沉，手里的审讯笔啪的一声从中间断开。觉察到他的怒气，莫方念连忙按住他的手臂：“哥，我来吧。”莫静渊冷着脸起身，摔门而出。走廊里，他心烦意乱，罕见地点了根烟，临窗看外面的夜色。不知道此时许芳菲在做什么。鬼使神差，莫静渊拿出手机拨通了许芳菲的电话，不料拨了几次都是空号，其他联系方式也都已经被拉黑。莫静渊皱紧眉头，叫住路过的下属查查许芳菲。下属不明所以，关于他的部分不是查过了吗？为什么还查？为什么？莫静渊说不出，最后他摁灭指尖的烟，算了，不用查。接着转身下楼，走进无边的夜色中。3年后，海城山区的一所小学内，莫静渊手里有桩案子，牵扯到这里的学生。校长笑着将莫静渊引到3楼：“莫队，您要问的学生在5年2班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您去了。”莫静渊颔首，独自上楼。刚进楼道，就听见教室里传来朗朗读书声中夹杂着一抹熟悉的声音。他身形微滞了一瞬，就快步走到5年2班门口。等看清讲台上的人时，彻底僵在原地。莫静渊抿了干涩嘴唇，喊出那个藏在心底3年的名字：许芳菲。教室内，被他唤到的人茫然抬头，眼里满是陌生。“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教室门口，莫静渊仿佛被定在那里，
一贯冷静锐利的双眼里罕见地露出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整颗心像被揉捏过，一团乱麻。他不认识自己，还是说不想认识自己？他仔细观察许芳菲，发现她脸上的惊讶不似作伪，眼睛里也没了以往熟悉的爱慕。思索间，许芳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这位先生，我们还要上课。”语气里满是陌生，还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。莫静渊回过神，看了眼手表，早上9点，按全国小学生上课时间表，第一节课是8点35上课，9点15下课。也就是说，还有15分钟下课。我下课再过来。莫静渊留下这句话，消失在门口。许芳菲不明所以，收回视线继续上课。15分钟转瞬即逝。下课铃响起，许芳菲收起教材，同学们，下课。话落，莫静渊出现在门口，许老师，谈谈。许芳菲黛眉微蹙，还没问，您是？莫静渊难以克制地烦躁起来，认为许芳菲是故意装成不认识的侥幸，此刻已经荡然无存。他五味杂陈地拿出证件，压低声音重新做了次自我介绍：莫静渊，海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。许芳菲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后搂紧怀里教材：莫警官。语气平淡，没有爱也没有恨，一如他离开说的那样，你有你的职责，我不怪你，只是也没办法再爱你。莫静渊感觉心口轻轻抽了一下，不是很疼，但是却叫人无法忽视。他垂眸，眼下眼里的情绪，方便去你办公室聊聊吗？关于你的学生。许芳菲紧皱着眉，愣了瞬，率先走向办公室。莫静渊缓步跟在身后，深邃的目光尽数落在他的身上。许芳菲瘦了不少，有些圆的脸如今瘦的只剩一个下巴尖。之前抿唇就会有的酒窝，现在抿唇已经看不见。原本白皙细嫩的指尖，因为长时间用板书，骨节上留下了一层厚茧。莫静渊的眸色暗淡了些。不管此刻许芳菲是真的忘了自己，还是假装，他都要抓住这个说不定能够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两人走进办公室，许芳菲坐下，将教案摆好。莫静渊很自然地从隔壁办公桌上拿了张椅子坐下，接着从兜里拿出一份纸笔：许老师，我要开始问话了，还请你把知道的都如实告诉我。许芳菲点头：好。莫静渊捏紧着了笔：许老师到这教了多长时间的书？2年。莫静渊眉头微拧，他走了3年，却只在这里教书2年。还有1年时间，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从没去监狱探望过沈直宇？种种疑问从脑海中闪过，嘴上却没问出来。他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许芳菲：认识这个人吗？许芳菲接过照片，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中年男人。认识，是我们班上一个叫赵梅的学生家长。莫静渊眼里闪过一丝细微的光，关于这个叫赵梅的学生，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许芳菲半合着眼，露出思索的模样。很乖很安静的小女孩，坐在教室的最角落里，平时让人很难注意到。莫静渊记下，又问：家庭情况呢？你等等。许芳菲说着，从抽屉里翻出学生资料，逐行寻找。看着他认真的神色，
莫静渊胸腔内情绪涌动，正要开口时，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几秒钟后，一个穿着干净白衬衫的男生拿着一束鲜红的玫瑰出现在门口。徐老师，情人节快乐。情人节和玫瑰花太过于具有指向意义。莫静渊下意识捏紧了笔，去看许芳菲的表情。再三确定没从她的眼里看见惊喜和别的情绪之后，他暗自松了口气，紧绷的心松开。2月14日，还是冬季还没过。男生只穿了件白色衬衫，头发捏了个造型，看起来精心打理过，唇角都被冻得发白。他似乎是没想到，办公室内除了许芳菲还有别人，眼里闪过一丝莫名的情绪。接着又若无其事抱着玫瑰走到许芳菲面前，许老师，送给你。许芳菲清亮的眸子看他一眼，很快又挪开视线，赵老师，我不能收。赵海参捏着花束，强撑着扯出抹苍白的笑容，许老师，还有外人在呢，多少给我个面子吧。许芳菲皱眉，莫静渊捏着笔的指骨发白，不悦2个字就差写在脸上。赵海参恍若未觉，我听说你喜欢穿白衬衫的，今天这么冷的天，我特意换了件衬衫过来。那么多人看见我拿着花过来，你拒绝了传出去也不好听吧。话落，办公室内只剩死寂。莫静渊深吸了口气，唇角抿得笔直。他垂着眸，等许芳菲的反应。期间，他想起一件旧事，自己和许芳菲初见时就穿着白衬衫。当时海城公安上下几十号人出主意，最终定了件简陋的白衬衫，精心安排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戏。许芳菲果然动心，甚至不顾许世汉的反对，也要和他在一起。我不会收，要么你拿走，要么我当场就丢了。许芳菲强硬的态度唤回莫静渊的思绪。他眉头紧拧着打量许芳菲，却没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丝记得自己的神色。莫静渊只好又看向赵海参。被拒绝的赵海参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就在莫静渊以为他要发难的时候，他微不可察地看了眼莫静渊，又换了副嘴脸。赵海参勾起个奇怪的笑容，许老师，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闻言，许芳菲的脸色缓和不少，她张嘴正要开口，莫静渊却率先一步张嘴，许老师，我们去外面聊。许芳菲也想出去透气，想也不想地起身和莫静渊出了门，全然没注意到身后赵海参阴翳的目光。两人在破旧的校园里逛着，莫静渊看着他若有所思的表情，猜测他还在想刚刚的事情。于是他故意转移话题，许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教书？许芳菲表情有些奇怪，这也是莫警官要调查的事情吗？莫静渊收起本子和笔，不是，只是闲聊。许芳菲抬眸，对上他深邃的视线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模糊的画面。画面中，一个男人逆着光站在冰天雪地里，看不清容貌，只能模糊地听见他说：“忘了我。”许芳菲还想细想，但脑子却像是被钝器砸过，疼痛不止。莫静渊见他脸色苍白，立即关切地将人扶住，怎么了？许芳菲神思恍惚，恍然间只觉得眼前的人和画面的渐渐合成一体，也终于从记忆深处挖出这个人。他脱口而出：“莫警官，
除了我爸的案子，我们还有过别的纠葛吗？莫静渊僵在原地，他不知该作何表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始终在思索着的大脑在这一刻停摆，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推测许芳菲究竟是真的忘了，还是假装故意在试探自己。忘记一段过往实在过于匪夷所思，他也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够单单忘记感情的片段，而记得别的事情。见莫静渊不回答，许芳菲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怎么可能会是莫警官？应该是我记错了。他轻描淡写地盖过这件事，反而说起了被赵海参打断之前莫静渊问的那个问题。赵梅是单亲家庭，妈妈前几年就死了，除了他爸赵成，家里还有几个妹妹。莫静渊情绪复杂，几乎强行按下关于许芳菲的情绪思考公式。他问，关于赵梅的母亲，你知道多少？许芳菲一点都不知道，只依稀听过是外地人。外地人？莫静渊剑眉拧得更深，那你知道他葬在哪儿吗？许芳菲摇头，不知道。一莫静渊颔首，突然停下脚步，许老师，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许芳菲跟着驻足，手指却悄然攥紧。他知道父亲的案子是莫静渊承办，只是忘记了具体的细节。实话说，他知道莫静渊是职责所在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心怀芥蒂。问话如实告知是自己的本分，其他就不是了。许芳菲皱眉，莫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恕我不能帮忙。莫静渊猜到他会是这个答案，犹豫了瞬之后才开口。许老师，实不相瞒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查一桩拐卖案。拐卖的对象有妇女有儿童，而赵家村是我的第一怀疑对象。莫静渊定定地看着他，根据我的推测，赵梅的母亲或许会是20多年前被拐卖的大学生芳菲。他哽了哽，我不勉强，但是在这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该信任谁。许芳菲满脸惊愕，显然没想到赵家村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。他脸色有些发白，那你有没有跟校长说过？莫静渊脸色微沉，没有，我跟他说，我只是来调查少年案，明天就走。许芳菲这才觉察到事情的莫重，他思绪几经转环，往日那些对不上的细节一一在脑海中印证。难怪整个村子对外来的人始终保持警惕，难怪在他提出家访的时候被校长阻拦，难怪来学校读书的总是男女比例这么不协调。他忽然有些感叹，虽然自己是单亲家庭，但父亲给足他宠爱和任性的底气。如果不是这次出来支教，他甚至不知道原来外面有这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，有这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等待着救赎。许芳菲沉思一瞬，问，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莫静渊冷峻的脸霎时冰雪消融，眼底闪过笑意，先和赵梅聊聊，问问他家里的情况，最好问清楚他母亲的墓碑在哪。找学生聊聊这件事对许芳菲来说并不难，当即应下，好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去办，手腕却兀地被莫静渊拉住，许老师，给个联系方式。许芳菲不解回头，莫静渊欲盖弥彰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遇见危险，可以打我电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你身边。许芳菲没有多想，和莫静渊交换了联系方式，两人就此分开，
莫静渊佯装离开，许芳菲独自回了教室办公室。不料进门时，却发现校长站在自己的办公桌边，正翻看着自己的教案。许芳菲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。她率先开口打招呼：“校长。”校长这才回过神来，扶了扶眼镜，干笑两声：“小许回来了，这教案写得不错，不愧是在国外留过学的高材生。”许芳菲照常微笑。校长又问：“我看你和莫警官相谈甚欢，都聊了些什么？”许芳菲挑眉，故作思索。他说他过来调查一桩少年案，说什么学生聚众打架，问我们班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校长点头：“我们学校虽然破，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不会出现的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别的吗？”许芳菲微愣：“什么别的？”校长看他一脸茫然，也不再接着问。没什么，只是最近有很多关于学校的流言，我希望许老师能明正是非。好。许芳菲应声。见他应声，校长脸上的笑意深了些。那就好，许老师是有分寸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要以自己为先，我看好你。说完这句，他转身离开办公室。许芳菲一直挂在脸上的笑瞬间垮了下来，心里的不安愈演愈烈。她看着眼前的教案，缓了又缓，一直到下午快放学，许芳菲才去到教室，以成绩为由将赵梅叫了出来。教室办公室，许芳菲打量着自己这个学生。赵梅今年已经12岁，身高却只有1.4米，较之同年份的孩子，足足矮了10多厘米，身形也格外瘦小。校服穿在身上像是大了一个号，背面还被划开一个大口子，用蹩脚的针线缝起，袖子的部分和边角已经洗得发白，看得出来他很爱惜这件衣服。赵梅有些无措：“许老师。”许芳菲回神，鬼使神差，抬手想去摸她遮住了双眼刘海。赵梅一个瑟缩，躲开了他的触碰。许芳菲的手停在半空，僵了1秒才收回来。她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：“知道老师找你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吗？”赵梅深深埋着头，不知道。许芳菲环顾四周，小心翼翼扫过周围，见没人后才问：“这次考完试后，老师要召开家长会，你的家长会来吗？”一听到家长会3个字，赵梅的头顿时埋得更深，手指都忍不住颤抖。许芳菲牵住她的手：“这次还是你爸爸来吗？你的妈妈呢？”赵梅几次张口都没说出话来。许芳菲倒了杯水，递给他：“老师不会凶你，喝杯水，慢慢说。”赵梅踌躇好久，才接过水杯，轻轻贴着杯壁抿了一口。许芳菲一直没有催促，静静等待着。“许老师，我妈妈已经死了，我能不能不开家长会？”许芳菲拉着他的手靠近自己，见赵梅不抗拒后，轻轻拥抱住他：“能给老师说说，为什么不想开家长会和你妈妈的事情吗？”或许是许芳菲的怀抱太过温暖，或许是赵梅太久没感受到过温情，她哽咽着说了家里的情况。许芳菲越听越心惊，门却突然被人推开。赵海参一脸狞笑地走进来：“我就知道你不对劲。”说着，他猛地上前拉开赵梅，强行按住许芳菲，将迷药灌进她的嘴里。许芳菲不断挣扎，却于事无补。赵海参力大如牛，将迷药死死抵在许芳菲嘴边，掐着她的脖子猛灌。
一罐迷药，许芳菲被灌得喝下一半。她一阵眩晕，慌乱中按下号码唯一的紧急拨号键。赵海参见许芳菲的双眼已经开始迷茫，迫不及待地去脱她的衣服，等你成了我的女人，看你还怎么装清高。许芳菲脑子里全是江湖，她强撑着想要挥开赵海参，可手却像是有千斤重，无论如何都没法抬起来。赵梅害怕极了，慌张逃了出去。许芳菲无力地环顾四周，此时已经临近放学，很少会有人从教室办公室路过，她必须自救。许芳菲猛地闭眼，狠狠咬下舌尖，剧烈的痛感从嘴里穿透脑颅，血腥味刺鼻。她顿时清醒了不少，一边摇晃着躲避赵海参的动作，一边抬起手在桌上摸索，直到指尖触碰到个坚硬的物品，是以前沈直宇送的钢笔。许芳菲用大拇指抵开笔盖，露出里面锋利的笔尖，接着趁赵海参俯身时，狠狠将笔扎进他的脖子。啊！凄厉的惨叫骤然响起。赵海参动作顿住，颤手去摸脖子，在侧面靠近大动脉的位置的附近，摸到一支冰冷的钢笔和无比温热的液体。他脸色发白地看了眼，满手血迹。赵海参顿时怒从心起，妈的，敢捅老子，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。说着就扬起手掌，狠狠给了许芳菲一个耳光。许芳菲被扇得眼冒金星，脸上一片红肿。赵海参还想接着动手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喝声：住手！赵海参动作一顿，看向许芳菲的眼神越发愤恨。许芳菲艰难地闻声看去，才发现是校长过来了。不知为何，他心里升起一丝失落。见到校长，赵海参嚣张的气焰骤息，整个人恭敬又局促。三叔。许芳菲心中一紧，第一次听见赵海参这样称呼校长。校长神色魔变地睨了他一眼，谁让你在学校干这种龌龊事？赵海参的头低了下去，沉默不语。校长，还不快滚出去！赵海参应声走了。许芳菲这才松了口气，紧绷的精神松懈不少。但脑海里赵梅的话一闪而过，他又警惕起来。校长一脸陪笑地过来，将许芳菲扶正。许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海参这次干的事情确实犯浑，我是他叔叔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许芳菲艰难坐起，恍惚地看着校长。他思绪纷飞乱转，但是舌尖痛得发慌，嘴也无力张开，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校长见许芳菲不语，脸上的横肉抖了抖，你也刺了他一下，算是扯平了。许芳菲皱眉，短短顷刻之间，对校长的印象变了又变。校长看着他的表情，意识到自己失态，缓了缓之后敛下神色。校长，也不是威胁你，只是我就这一个侄子，免不了会偏心一些。说着，他话题一转，你把赵梅叫到办公室来，是为了说什么？许芳菲瞬间捏紧了指尖，忍着痛和昏厥感摇头。只是叫他的家长来开家长会，他咽下嘴里发腥的血液，艰难开口。校长思索了一会，正准备开口，后面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他赶紧闭嘴，转身就看见一脸戾气的莫静渊。莫静渊匆匆过来，额尖上都挂着汗珠。他扫了眼靠在椅子上的许芳菲，见她脸色苍白，衣服凌乱，
霎时心如刀绞，又怒火中烧。可脸上却佯装呵斥：“徐老师，原本约好下午见面，你可叫我好等。”闻言，校长的脸色也变了又变。徐老师约了莫警官，怎么不早说？许芳菲见到莫静渊，才彻底松懈下来。他再也无力在这中间周旋，终于抵不过迷药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莫静渊也不想和这个老狐狸废话，拦腰抱起许芳菲，匆匆离开。海城山区的路崎岖难行，等赶到镇上的医院时，已经快要黎明。莫静渊看着医护们将许芳菲推进急救室，心里的懊悔都快要把自己给淹没。他捏紧了拳头，脸色沉得吓人，甚至不敢去设想，要是再晚去一步，许芳菲会怎么样？莫静渊无力地倚靠在长椅上，医院过道的凉风吹得他心底发寒。一直等到上午10点，急救室的灯才熄灭。医生一走出来，莫静渊立刻迎上去：“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”他血液中含有大量3唑仑和 Y 羟基丁酸菌，这2类都是一类精神药品，服用过量会导致精神紊乱。口腔里的伤口倒不是很深，只是暂时说不了话，要注意上药发炎。莫静渊常年在一线，自然知道3唑仑和 Y 羟基丁酸均是迷药的主要成分。只是除了迷药，他还想到一点别的。莫静渊一夜没睡，眼底满是疲惫。他走进门，看着许芳菲躺在病房上，双臂紧闭，面无血色，连眉头都是紧皱着，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。莫静渊走近，用指尖戳了戳他的酒窝。许芳菲下意识偏过头，避开他的触碰。莫静渊不用推测就知道他受了什么样的苦，以至于在梦里都在抗拒别人的触碰。他垂下手臂，指尖紧握成拳，第一次憎恨自己刚愎自用。莫静渊坐在病床边，一直守到中午，许芳菲才有要转醒的迹象。他快速去医院附近，按照许芳菲的喜好买了份粥。回来时果然发现他已经醒了，目光有些空洞地看着窗外。莫静渊心一紧，快步上前：“芳菲。”许芳菲有些茫然地回过头，沉思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，口齿有些含糊：“莫警官。”莫静渊顿住，说不上心里是失落还是庆幸。他攒着袋子的手松了又紧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许芳菲说话还是有些吃力，从床头拿出手机给莫静渊发信息。赵梅的母亲确实是被拐卖的，赵梅说她死前一直被赵成锁在房间里，唯一的用处就是给赵成生孩子。莫静渊扫过他发来的信息：“我知道了，先不说这些，你先吃点东西。”许芳菲摇头，接着噼里啪啦地发信息。听赵梅说，她母亲死了之后，她的父亲赵成经常对她动手动脚，你早一点抓到他，赵梅就能早点逃脱魔爪。莫静渊剑眉紧拧，支起桌子，将粥摆好，你不用担心这些，我们海城警方已经对赵家村布控，只要他们再有交易，我们会立即实施抓捕。许芳菲定定地看着他，又低下头打字：“那赵梅呢？我把她叫到办公室，我觉得她现在很危险。”莫静渊看着信息，眼里的犹豫挣扎转瞬即逝。莫格莱说，昨天的事情已经足够打草惊蛇，继续插手赵梅的事情可能会导致这次布控失败，
他们功亏一篑，赵家村的人逍遥法外。可许芳菲说的对，保护赵梅也很重要。莫静渊拿出手机，准备给队里打电话，不料手机却先一步响起。他按下接听键，下属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：“莫队，出事了，赵成死了。”莫静渊脸色骤变，他抬眸看了许芳菲一眼，捂住听筒：“赵梅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就去办。你把饭吃了，记得上药，我会安排人在医院附近保护你，有事打我电话。”快速叮嘱完后，他转过身出门。他是我们的重要线索，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死了？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尽早发现的时候，赵家村已经在偷偷给赵成办葬礼。事已至此，莫静渊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只能交代几句：弄到尸体，查清死亡原因，其他的等我到了再说。叮嘱赵海参。另外，让于尔那边催赵家村，叫他们尽快交易。收到。得到回复，莫静渊驱车在镇里转了一圈，打了个电话给海城的上司，让他下调令，将自己调回海城，并且立即发往这边的城镇。接着去了趟当地的警局，接着赶往赵家村。另一边，赵家村内，叮叮叮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赵海参脖子上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纱布，正在指挥赵家村的村民给赵成定棺下葬。这时，手机铃声兀地响起，赵海参脸色一变，接起电话。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，他突然开口：“等等。”赵家村的村民猛然停下动作，茫然抬头看着赵海参。赵海参挂断电话，清了清嗓子：“赵成不下葬了，老四家的4轮车借给我用，我把他拉到城里火葬。”此言一出，宛如冷水滴进油锅，村民们瞬间沸腾起来。老大家的，这阿成都死了，不入土为安不太好吧？就是啊，人死了还烧成灰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不是我说老大家的，你这么做，我们以后很难服你啊。听说你昨天在学校搞那个女老师，都把警察招来了。赵海参面红耳赤，都给我闭嘴！阿成怎么死的，你们心里门清，你们要是有意见就憋着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要是和我作对，以后你们就别想再买到媳妇。闻言，刚刚开口的几个村民顿时熄了火，悻悻地不再开口说话。赵海参见他们都闭嘴，冷哼一声，从赵老四身上拿走4轮车的钥匙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搬！村民们面面相觑，只能将赵成的尸体搬上4轮车。赵海成一刻也没有耽误，立即和赵老四一起开着车往城里的火葬场赶。彼时，莫静渊已经抵达赵家小学。下车时，他接到下属的信息，赵成没有下葬。赵海参带着赵成尸体去了火葬场。莫静渊挑了挑眉尾，回了句：“知道了。”接着快步进了校长办公室。校长见他来，诧异之余又带着了然：“莫警官来了，快请坐，快坐。”莫静渊一脸正色坐下，看着校长给自己斟茶。校长将茶杯递过去，不是什么好茶，还请莫警官见谅。莫静渊接过茶，放在鼻尖处闻了闻，目光扫过一边的茶渣。茶渣是普通的金银花，赵家村里的山上到处都是，没什么异样。他轻轻抿了一口，校长过谦。接着放下茶杯：“我今天来
是过来辞行的。校长一脸惊讶，那您的案子查清楚了？莫静渊掀起眼皮，淡淡睨了他一眼。校长忙反应过来，对，你们应该是有规定，不能说，只是少年案事情关系到我们学校的名声，我多少有些担心，毕竟村里本来就落后，要是家长听说了什么，不把学生送到我们这儿来，恐怕我们这个学校都开不下去。莫静渊颔首，理解，我离开是因为上头下了命令，少年案移交给本地警方，我立即回外滩。调令已经下来，这些天辛苦校长的配合。还有徐老师，多年前我亲手抓了他的父亲，还请校长多多照顾他。说完，他在校长震惊的目光中起身离开。刚出门，莫静渊就收到了许芳菲的短信。他点开，是之前买的粥的照片，配文是：莫警官，你买的粥好好喝。莫警官吃饭了吗？莫警官，赵梅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莫静渊紧绷的情绪顿时松懈下来，眼底闪过一抹细微的笑意。他在屏幕上敲敲打打，发过去一句：等赵家村的案子结束，你愿意跟我回海城吗？信息发出去，莫静渊又觉得不好。他和许芳菲非亲非故，许芳菲为什么要和他回海城？思绪到这里，又想起他现在已经忘了自己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莫静渊猜测许芳菲应该是在离开的3年里发生了什么，才会导致一段记忆缺失。他的指尖悬在撤回键上顿了好久，还是没能按下。最后联系了海城公安留守的兄弟，麻烦帮我查查许芳菲这3年的行踪，有没有发生什么很特别的事情。这次对方没再问为什么，或许是已经收到信息，知晓许芳菲和此次的赵家村拐卖案有牵扯。但不管是为什么没问，莫静渊都舒了口气，收起手机上车，前往布控点。抵达时，王泽民赶紧来汇报：莫队，鱼饵回复，赵家村上钩了，约定今晚12点在距离赵家村5公里的一处山坳里交易。莫静渊颔首，打开地图，熟悉了交易点的交通情况后命令：除了鱼饵队，剩下的人分为3队，一队随我抓现场，剩下2队分别在东南方和南方2条通往赵家村的路上围堵。晚上7点，所有人出发前往交易点，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收到。所有人齐声回应。莫静渊已经1天没吃没睡，但精神依旧很好。他拿出手机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许芳菲还没有回复。莫静渊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落寞。距离下午7点还有3小时。莫静渊莫名有些不安，他思索一番，给守在火葬场的兄弟打了个电话。对方很快接起：莫队，赵成的尸体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我们已经和镇上的2家火葬场都打了招呼，只要赵海参一到，立即通知我们。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赵家村会让赵成火葬的？莫静渊指尖轻轻敲击桌面，这个以后再说，你倒是提醒我一件事。他又叮嘱几句，许芳菲那边一定要守好，别让他再出事。接着挂了电话，闭上眼睛休憩了2个小时。晚上9点，莫静渊带队抵达交易点蹲守。所有人关闭手机，打开对讲，守株待兔。晚上11点30分，从局里传来脚步声和手电的光亮，
熙熙攘攘的人群顺着山路抵达交易点。莫静渊数了数，卖家一共来了10个青年男人，女人和孩子手脚都被铁链铐住，坐在板车上也有10人左右。莫静渊看着，呼吸猛然一滞。他唯一的妹妹莫方念赫然在被拐卖的女人堆里。难怪出发前往赵家村时，莫方念拒绝了陪同他一起，原来是主动请缨进了鱼儿组。莫静渊捏紧了拳头，死死按下胸腔内翻涌的情绪，等待时机。12点整，赵家村的人没到。王泽民悄声问莫队：“到点了，人没来，我们要不要？”莫静渊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再等等。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小时。12点30分，赵海参和赵老四突然出现，双方验过货之后开始交易。莫静渊抓住机会，按下对讲，各分队注意，收网。话落，各分队握紧武器，冲出从许实施抓捕。不出3分钟，卖家和赵老四落网。莫静渊满脸怒气地解开莫方念的手铐和脚镣。莫方念心虚不已，见他板着脸更是发慌：“哥，我没受伤，我挺好的。”莫静渊置若罔闻，扫了一眼被抓捕的人：“不对，赵海参呢？”王泽民一拍头：“坏了，好像没逮着这小子。”莫静渊心口骤然紧缩，一股不祥的预感冒上来。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是留在医院的兄弟打来的。莫静渊立即按下接听键，就听对方说：“莫队，不好了，许小姐不见了。”莫静渊瞳孔骤然紧缩，心像是被人捏住，砰砰地在心口里乱撞。他捏紧手机，强迫自己冷静。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？不见了多久？医院的监控查了没有？您别急，我们正在调。莫静渊意识到自己过于急切，他深呼吸，调节情绪。查到之后，把结果发给我。接着挂断电话，叫来王泽民：“这里你负责，1小时内我要看见赵海参落网。另外，火葬场已经留下了赵成的尸体，已经送到医院等待解剖，把莫方念送到医院去，详细做个检查。明早我们在医院会合。”王泽民：“收到。”莫静渊交代完，立即上车，油门踩满，直直朝着赵家村的学校疾驰而去。一路上，他的心都悬在空中，担忧许芳菲的现状。他们才刚重逢，他们好不容易才又重来一次的机会。他好不容易才看清自己的心，他们终于站在统一战线。莫静渊绝不允许许芳菲发生任何意外。车窗外的景色如风般向后退去，学校就在眼前。赵家村学校内，迷糊中的许芳菲强撑着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手脚都被铐在墙上，下方只有一块砖头大小的位置可以落脚。他不着痕迹地打量四周，入目是昏暗的室内，墙面上挂满了各色的器具，尖口处泛着血腥的红光。校长在一旁磨刀石上摩擦着什么，刺啦刺啦的声音不断回响。整个屋子没有一丝自然光，到处都充斥着森冷。他顿时冒了一额头的冷汗，艰难地咽了咽喉咙，打算闭上眼装晕。校长却突然开口：“我知道你醒了。”许芳菲闭着嘴，不想开口。他不是没怀疑过校长，只是他藏得太深，手段过于毒辣。校长起身走过来：“我就知道用赵梅引诱你，你就会上当，
许老师还是太嫩。许芳菲双目紧闭，不想回答。接着脸上就传来冰冷尖锐的触感。校长，许老师真是生了一张好皮囊，我真想把他留下来。许芳菲一阵恶寒，不得不睁开眼。赵梅呢？校长冷笑一声，他坏了我的好事，把赵家村的秘密告诉了你，你觉得他还能活吗？他只是个孩子。许芳菲偏过头，躲避他的触碰。为什么抓我？我教学2年都没能获得你的信任吗？校长镜片中泛过冷光。我本来不想对你动手，如果你没因为赵梅的事情上当，我自然没法确认你已经知道了实情。许芳菲心里一个咯噔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就上了当。死亡的恐惧在此刻骤然涌上，她的唇色发白。你不担心被莫静渊发现吗？校长冷笑一声，划开许芳菲的手腕。不怕告诉你，莫静渊已经离开，我已经看过镇上的调令，他今早就走了。许芳菲，没人能救你。许芳菲不想和他浪费口舌。他感受到手臂上的痛感，剧烈挣扎。缚住手腕的铁链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室内不断回响。校长狞笑着，你越挣扎，我越爽。许芳菲别过头，不再去看，脑子里的思绪无比清晰。莫静渊说过，留了人在附近，只要自己再撑一会，一定能获救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一声巨大的响声。校长脸色一变，思索了瞬，放下许芳菲出门。不料刚走出办公室，就被守在门口的莫静渊一拳干翻在地。许芳菲在哪？莫静渊将校长的手向后一扭，拿出手铐铐住。别和我讲不是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嘴里要是讲出任何一句我不想听到的话，我很难保证你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。校长终于回过神来，双手剧烈挣扎，发现无果后才张嘴，不想话还没出口，后背就被莫静渊踩住，想好再说。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，校长龇牙咧嘴，忍不住交代，在办公室。就在办公室，莫静渊冷着脸，单手提起他的衣领，带路。校长咬牙切齿，走到办公室的衣柜前，就在这里，你锁住我，我打不开。莫静渊睨他一眼，又拿出一副手铐，将他铐在桌角。校长目瞪口呆，没想到他会带着2副手铐。莫静渊眉头紧皱，沉思一瞬，推开柜子，露出里面的暗门。暗门下是一道长廊，看上去深不见底。莫静渊谨慎地看了校长一眼，随后拿起桌上的砚台，走到校长面前。校长瘫软在椅子边，不断吞咽着后退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已经被捕了，你不能伤害。话音未落，莫静渊一口砚台直接将人砸晕。接着锁上校长办公室的门，才进入暗门。进去的瞬间，顶上的感应灯亮起。莫静渊这才看清，楼梯并不长，四周都用的隔音材质，尽头的转角还有一扇门，门虚掩着，没有上锁。他一脚将门踹开，就看见被拴在墙面上的许芳菲。莫静渊顿时咬紧了后槽牙，快跑到许芳菲面前。芳菲。许芳菲勉强睁眼，见是莫静渊时，扯开一个虚弱的笑容。你来了。莫静渊的扫过四周，看到许芳菲手臂上的伤后红了眼，只恨自己刚刚对那个处生下手不够恨。
他脱下外衣，撕烂穿在里面的黑色衬衫，小心翼翼地给许芳菲包扎。撑一会，我马上就带你出去。说着，他从放着各种器具的桌上找到钥匙，动作轻柔地为许芳菲松开手铐和脚镣，再缓慢地接住她，裹上外衣后拦腰抱起，走出昏暗的进室。校长办公室外，莫静渊将许芳菲放在车后座，正要离开时，手指猛地被人握住。他看向顺着手上的触感看向许芳菲，他握紧自己，嘴里在不断呢喃着。莫静渊凑过去听，才发现他念的是静渊，就赵梅。他心都跳漏一拍，五味杂陈。静了片刻，莫静渊再次走进校长办公室，拎起桌上的冷茶，全部浇在校长的头上。昏厥的校长顿时惊醒，莫静渊居高临下，冷然看着他：“我只问一次，赵梅在哪儿？”校长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。莫静渊脸色一沉，现在说不准还有立功表现，等我找到你再说，那可就晚了。校长咬紧牙关，他就在赵家村，我没动他。莫静渊面无表情，将桌角的手铐解开，拖着人上车。不出3分钟，校长被他五花大绑在副驾驶，动弹不得。点燃发动机的时候，空中已经开始泛白，山边有金光冒出。校长此时才真正感受到绝望，他苦笑一声：“莫静渊，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我？”莫静渊沉默不语，不想和他多说。身后却传来许芳菲虚弱的声音：“我也想知道。”莫静渊看了眼后视镜，镜子里许芳菲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，精神头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他问：“感觉还好？”许芳菲点头：“还好。”莫静渊的心落到实处，轻咳一声，开始讲整件案子的始末。我盯了赵成很久，算是顺藤摸瓜到赵家村。刚到学校，我就发现了不对，赵海参言辞粗俗，完全不像老师，稍微查查就能知道他初中都没毕业。初中没毕业却能在本家的小学做老师，不用想就知道是裙带关系。其次，他给许芳菲下的药是违禁品组成，纵观整个学校的教师文化水平，能做到除了许芳菲只有你。最后，我来辞行那天，你给我倒了杯茶，虽然茶和茶渣都是金银花，但茶杯都被泡入味了，一闻就知道是洞庭碧螺春。还是特级雨前洞庭碧螺春，虽然这茶不算太贵，几千块钱1斤而已。只是你一个山区学校的校长，怎么可能喝得起？我说我要辞行，你的脸上没有太多惊讶，应该是看了我的调令，但得知我要到学校来，你害怕赵成的死会引起我的注意，于是让赵海参把尸体带去火化，这样即使我发现不对，也没办法查证。但是从调令开始，就是我布下的局，赵成的尸体也已经在医院。我唯一没想到的就是你居然这么大胆，在我特意叮嘱不要动许芳菲后，还敢铤而走险。莫静渊捏紧方向盘：“你放心，赵海参和赵老四已经落网，你们村一个都跑不掉。”校长顿时脸色煞白，额尖上满是冷汗。他脑子飞转，想要寻找转机。莫静渊却一眼就看清了他心里的想法：“我劝你少费心思，说不定还能少受点罪。”校长瞬间歇了心思，闭目不语。
许芳菲没想到莫静渊的心思这么细密，心里说不清什么感觉，脑子几乎是下意识就想起了那场审讯。3年前，父亲被捕，许家倒台，莫静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逮捕，利用自己拿到父亲的口供。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，像一根刺中在他心里，碰一下就疼，甚至还痛得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想起就觉得难受，喘不过气来。莫静渊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好，再等等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说完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已经安排了医生，你一去就能包扎。”许芳菲强撑起一抹笑，没有开口。莫静渊只好收回目光，默默加快了速度。1小时后，他们抵达医院。莫静渊将校长丢给王泽民，火急火燎地抱着许芳菲进了医务室。医生立即给他检查了伤口，没有伤到骨头，一点些皮肉伤，缝了针，养上个把月就好了，只是可能会留下疤痕。许芳菲神色淡淡：“谢谢医生，能捡回一条命就算不错了，留条疤不算什么。”倒是莫静渊眉头紧皱，脸色沉得吓人。许芳菲不解：“莫警官，案子结了你不该高兴吗？怎么反而看起来……”莫静渊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这是你为我留下的第2道疤痕了。”第2道。许芳菲惊讶之余，又觉得奇怪，莫静渊怎么知道他身上还有1道疤痕？而且为什么说是为了他留下的？你说什么？莫静渊眉头紧皱，看着他的目光变了又变，才说：“没什么。”闻言，许芳菲也没有继续深想，他的潜意识也不断提醒不要继续再想。许芳菲颔首，淡然地跳过这个话题。赵梅呢？她怎么样了？莫静渊捏了捏发痛的眉心：“没事，你先照顾好自己。”他又提醒医生，缝针前先打麻药，他怕疼。说完，莫静渊转身离开，进了另一个病房。莫方念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新闻，第6感就捕获到一道锐利的视线，回头对上莫静渊的深邃的双眼，他顿时敛了神色。“哥。”莫静渊走到病床边坐下：“你还当我是你哥？私自请求做鱼饵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哥？”听着他的质问，莫方念往被子缩了缩：“我是警察。”莫静渊被他哽得没话说，目光沉如水。莫方念小声嘟囔：“再说了，你之前也在许家卧底了3年，我怎么不行？我也是爸爸和妈妈的女儿，我也能为我们莫家光耀门楣。”莫静渊被气得说不出话，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莫方念大着胆子撒娇：“哥，莫警官，莫队，我这不是完好无损吗？别生气了。”下不为例。莫静渊疲惫地丢下这句话，起身出门。外面，王泽民等了有一会，见莫静渊出来，立即上前问：“莫队，赵成的案子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这是解剖的结果。”莫静渊太长时间没有合眼，眼底已经盘满了血丝。他扫了眼解剖的单子，赵成后背布满了深深浅浅的锐器伤痕，目测凶器不是同一把。头的右侧还有处钝器伤，颈侧有明显抓痕，抓痕只是一点破皮伤。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60 mg、100 mg， 死亡时间是前天凌晨3点，死亡原因是失血过多。莫静渊心里有了结果，赵成的案子先不急，让大伙先休息，
等下午休息好了，再安排人查他的行踪，重点查他死前见了什么人。赵家村的案子，他们确实已经跟了很久，跨市办案更是疲惫加倍。这会所有的嫌疑人落网，休息好了再拿口供也不迟。王泽民回了个哀，拿着单子又走了。莫静渊在许芳菲的病房外随便支张床，合衣睡下，几乎是刚刚站上枕头，他就睡了过去。里面的莫方念听见好久没动静之后，小心起床，想去找王泽民看赵成的尸体解剖结果。不料刚出门，恰好撞见许芳菲房里的医生出来。他好奇多看了眼，霎时愣在原地。片刻后，莫方念轻手轻脚地进门，和正准备入睡的许芳菲四目相对。莫方念震惊，没想到他们嘴里说的许小姐，竟然真的会是许芳菲。许芳菲诧异之余，又有些茫然。静了好一段时间，见莫方念不语，许芳菲主动开口：“小莫警官。”莫方念顿时眉头紧皱：“莫警官就莫警官？什么叫小莫警官？”许芳菲噎住：“你哥是莫警官，你是小莫警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莫方念哽住，缓了会才发现重点偏了。他撇去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直入主题：“你不是说和我哥永不相见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和你哥永远不相见。”许芳菲惊讶之余，还觉得有些离谱：“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？”莫方念：“你说的呀，你不记得了？等等，你不记得了？”许芳菲茫然摇头。莫方念：“那你还记得你和我哥谈恋爱的事吗？”“我和你哥？”许芳菲难以置信。莫方念见他的震惊不似作伪，立即闭嘴，不再多说。病房里寂静下来。许芳菲确实觉得莫静渊和莫方念的态度奇怪，她想回忆，但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阻止：“不要想，不要回忆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。”许芳菲下意识停下了探究的想法：“你可能是弄错了，我爸是你哥亲手抓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和他谈恋爱？何况我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我爸是罪犯，往下3代不能入仕，你们家世代英烈，你哥肯定不会选择和我在一起。”